去年马来西亚进来很多电车，但是那些电车呢都是属于家用型的电车，但是又要兼顾好玩又可以家用的电车，那是哪一辆电车呢？又见面了，正在看这部视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之前我带过观众朋友看过好几部电车嘛，像是比亚迪的 Auto3啊，比亚迪的海豚，或者是呢来自 Great Wall 的 Aura Good Cat。但是这几辆电车呢，大多数都是偏向比较家用使用的啦。至于今天带观众朋友看这辆电车，我觉得啦，它是比较高收入族群会买的一辆可以好玩又可以兼顾家用的电车，那就是 Smart #1。到底这个 Smart #1有多好玩？等下就分享给观众朋友知道。在影片开始之前非常感谢位于古代 GV 的 Motor Future Sdn Bhd 邀请我来拍摄这辆 Smart #1。新上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于这款 Smart 最新推出的 EV 车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来到这边看一下哦。除此之外，也希望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在这边也非常谢谢你们支持。OK 了，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这辆 Smart #1呢，它的定位是一辆 Compact SUV， 车身轴距是有2750mm。讲到这个2750mm， 是不是很熟嘞？对，因为这个比亚迪海豚它的车身轴距是有2700mm， 所以这个 Smart #1呢，它的车身轴距是比起比亚迪海豚长了一点点。但是比亚迪海豚呢，它的定位是属于一辆比较家用型的电动车，而 Smart #1呢，它是偏向比较高收入族群，也就是我所说的有钱人会买的一辆玩具。这一点就得体现在于它的价位。这个 Smart #1呢，它的价位 Pro 版是在190千，Premium 版是在220千，然后这个 Barbus 款呢，它的价位是在250千。试想一下，如果是说平常那种7、8千或者是整万块收入的人士，他们可能会选择比较有性价比的 SUV 来当做他们平日的这个代步车啦。但是如果是说那种高收入族群，他们可能会选择更加 high end 的车来当做他们平日代步的车来使用。而至于这个 Smart #1呢，我觉得都是那些比较有钱的人士会买给老婆或者是孩子平日使用的一辆代步电车，然后礼拜天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拿来爽一下啦。当然，除了刚刚我所说的有钱人之外，可能有些比较特立独行的人士，像是一些比较高收入又单身的族群他们想要一辆比较特别的电车，可能像是一些做美型的设计师或者是演员，他们都可能会选择这个 Smart #1作为他们的代步车了。这个 Smart 的外观设计呢，我觉得看起来就像是一位非常灵巧可爱的少女。它的外观设计是属于那种比较圆润的 design， 不会有太多那种直直角角的设计。整个外观设计我觉得看起来非常干净，我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外观设计。然后在我眼前的现在是一个 Barbus 款的这个 Smart #1嘛，这个 Barbus 款呢就是这个 Smart 里面最高级，也就是最 sporty 的车款。所以可以看到它加入了很多红色的元素，来让这辆车子看起来更加的有运动化。这个红色车顶，我觉得看起来像是美国棒球队那个打击手他们所戴的帽子。可以看到这个帽子的这边位置，它是有一个 Smart 的 logo。这个 logo 呢，它是可以发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特别。它虽然讲它是可以发光可是它发光起来，你不会有那种很突兀的感觉。这个 LED 头灯呢，它的形状看起来像是我们以前看童话故事，像是彼得潘它里面小精灵的翅膀，整个设计非常的可爱。当然，他们的 LED 头灯也有一个非常花里胡哨的功能，就是他们可以 light show。这个 light show 来讲的话，就是让你可能去一些 EV 车友会聚会的时候，你可以来播放这个 light show， 让你装逼一下啦。但是比较可惜的是，现在这个 light show 呢是只可以下载官方的一些音乐，跟它的 light show 暂时性不可以提供客制化。我希望下一次这个 Smart #1它是可以提供这个客制化 light show 啦，像是 maybe 我想要播放周杰伦的《霍元甲》，它的灯光就可以这个才爽嘛，是不是？希望下一次这个 Smart #1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啦。OK， 来到这个车侧嘛，可以看到这个 Barbus 款的 rim 呢，它是采用了比较多开孔式的设计。然后这个 Sport Rim 的尺寸是19寸的 Sport Rim， 而至于它的轮胎的尺寸是235/45 R19的轮胎，是一个 Dunlop 的轮胎。而且在它的 Clipper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喷了红色的烤漆。然后我们看过来这个 Premium 版，它的铝圈是采用了比较封闭式的设计，然后这个铝圈呢也是一个19寸的铝圈，轮胎的尺寸也是235/45 R19的轮胎，也是一个 Dunlop 的轮胎啦。这个车侧部分，我们还可以看到它都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来减低这个风阻系数啦。有些人可能觉得喜欢，有些人可能觉得不喜欢有些人觉得这个是有点反人类的设计，但是我觉得还 OK 啦。OK， 看到这个车尾这个车尾呢，我觉得也是跟前脸一样，非常干净整洁，也没有太多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然后这 LED 尾灯，我觉得看起来非常好看，它里面会有一些好像类似 diamond 这样子的 design， 我觉得这个东西，加分。通常我们讲嘛 ，SUV 比较大型的 SUV 才有那个电动尾盖嘛。然后这个 Smart H1 虽然讲看起来好像小小辆这样子是吧？可是这辆车也不会很小辆啊，它的感觉就有点类似 mini 的 Countryman 这样子的大小。可是它的尾盖看起来不大啦，但是它拥有 Power Tailgate。这 Power Tailgate 呢，它还支援了 Kick Sensor， 像这些女士去 shopping 玩啊，要放东西很方便，你只要一脚踢这个 Power Tailgate， 它就开了。这尾箱空间呢，我觉得看起来不是很大啦，我觉得它的承载能力也还好罢了，大概放个大型的行李箱加一个中型的行李箱就已经满了啦。好在这个车子它的椅背是可以支援6/4分离倾倒的，所以如果是说你们要载比较大型的东西，你们可以把后座的椅子放倒，你们就可以载比较多东西了咯。接下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买家最关心的问题，有没有 spare tire？ 不好意思，它没有 spare tire， 它是给了补胎剂跟打风机。OK， 打开这个 bonnet 盖，可以看到这个 bonnet 盖不大，但是它是有2只油压顶杆的，这一点我觉得不错啦。对于一些可能女生要打开这个 bonnet 盖也挺方便的。打开这边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 storage 空间，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一个补胎剂啦跟打风机。而这个地方呢，我也觉得它也很适合藏私房钱啦。如果是说你的老婆对于车子没有什么研究的话，不时常打开这个 bonnet 盖，其实这个地方放私房钱是不错的。至于续航来讲 ，Barbers 款官方给到的数据是400公里 ，Premium 版给到的数据是440公里 ，Pro 版是318公里。然后电池 ，Premium 跟 Barbers 是采用了 NCM 电池 ，Pro 是采用了 LFP 电池。以400这个 Barbers 款的续航，给我到我家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到400了 ，maybe 可能300就得充电了。因为加这样 Sport 的车还要控制电门，不太可能啊。有啦，除非你找不到充电桩啦，你就会控制那个电门啦。如果是说平常在City Road驾的话，我相信一定是一脚电门下去体验那个贴背感的。OK， 打开它的，哇，可以看到这个 Barbers 款它的 interior 都是我喜欢的全黑搭配红色，真的很 sporty。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哇，它的 ambient light 好看耶，我觉得它这个隐藏的很美，没有违和感，加上这个它虽然讲是 plastic 的啦。不过它是有做了一些好像仿金属的 design， 让这辆车看起来更加的 atas。然后我们看到 Beats 的喇叭，这个 Premium 版跟 Barbers 款它都有 Beats 的喇叭，而且是13克。然后我们打开这边，这边是有个置杯架，普普通通啦，这个东西其实是必备的东西。然后中间这边其实是一个可以让你通向后尾的孔。如果是说今天你要拿一些东西，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孔。不必须打开这个后尾盖，你就可以从这边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在后座它是有冷气出风口的，可是它的冷气出风口就比较可惜一点，是在中间罢了啦，没有像其他的那种欧洲车是分布在这种左右位置的，它是直接坐在中间。但是以这辆车它的空间感，我觉得坐在这个中间是足够的。然后可以看到上面也是有氛围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可以看到下面是有2个充电孔嘛，一个是 USB Type-C 的充电口，一个是 USB-A 的充电口。所谓的细节就是它也有做了灯光。之前我看过有几辆所谓的号称高级 SUV 车，他们都没有做这个灯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细节来的，一定要有这个东西，要不然我在半夜我要充电，可能我坐在后座，它的灯光没有这么明显的时候，我要充电，我是不是好像要盲插样子？我完全找不到那个洞口在哪里。如果是说还有这个灯光分布，我可以一眼的认出，今天我要插的洞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细节。OK， 来到这个后座乘坐体验了，我先来讲一下这个缺点啊。这个 Barbers 它的后座乘坐体验的缺点，首先我觉得就是它的椅背偏直了一点，但是优点是它的椅子的填充物，我觉得非常的有支撑性，坐起来整个的感觉非常的扎实。再来就是，虽然讲这个 Barbers 款它的 interior 全部都是黑色嘛，可是它有一个很硕大的全景天窗。因此如果是说平常你们驾驶的时候，你们可以把它这个天窗打开，这样子你的压迫感也会比较少。可以看到前座的椅子其实已经是调成了我平常驾驶的距离，然后距离我的膝部 ，OK 没有问题。还有一个拳头距离，只是讲这个大腿的支撑，如果是说可以把这个椅子做翘一点，可能 V shape 多一点这样子这样这个大腿支撑就 perfect 了。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椅子
是可以 sliding 的。OK， 来到这个 Smart #1 Barbers 款的前面的 interior， 可以看到它的 dashboard design 是属于那种比较有科技感的 dashboard design。再来，刚刚我们有在后座的冷气风口有看到它也是有 ambient light 嘛，在这个 dashboard 的部分，它也是有 ambient light。不止这样，连喇叭也有 ambient light。讲真的，我有点分不清到底这里是一辆电车还是氛围灯车了。它的氛围灯真的是布到满哦，可以布的地方都布，连买喇叭都布，所以这个是一辆氛围感十足的电车。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像 iPad 的触屏主机，可是它是不可以旋转的啦，它就是这样子横向式的。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像素显示，我觉得是蛮高清的，然后整体的触控感是很丝滑的。然后我也发现到，其实它这个材质好像不是很会留指纹呢，不会有太多的指纹在上面。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狐狸，很可爱，不会让你觉得这辆车好像很死气板板的一辆车。它有一些生物，让你觉得这辆车很有灵性。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driving mode 哦，其实它的变化哦，看 Eco 它是青色地球 ，OK，Comfort 是蓝色地球 ，Sport 它是偏橙色地球，然后 Barbers 这个是比较 Sport 更加 Sport 的模式 ，Sport Plus 模式，它是更加红色的地球，所以这个就跟其他的电车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像是其他电车 Sport 它就把那个可能车子它后尾的背景换成红色，就这样子罢了。可是这个 Smart #1 呢不是，除了在这个荧幕可以看到它的变化之外哦，其实在中间的这个小小个荧幕，其实它也是可以变化的。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帅。重点是它的像素显示不会有很违和的感觉嘞。再来，这辆车也有支援了360度的环境显示嘛 ？OK， 我觉得它的360度还算高清，但是不是到很高清那一种，它还是可以看起来有点像是720P 的感觉。还有 Blind Spot 可以选择，它是可以旋转的。这一点是一个小缺点，我觉得它的像素显示可以再进步一点，这个离高清还有一点距离。然后在下面可以看到它是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功能啊，这一点加分项，这两个功能很重要。在我们还没有去到这个 Barbers 右座 Driver Side 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remium 它的 Dashboard Design。我觉得这个 Dashboard Design 呢，这个 Premium 版的让我觉得有点违和感啊，到底有多违和感？我们先来看一下。OK， 可以看到这个 Premium 版它的 Dashboard Design， 好大一片白色，够力哦。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白色哦，好像我去买 Acrylic 啊，还是什么白钢铁啊之类的，上面有一层白色 sticker 这样子，看起来很违和。我有点难接受啦。虽然讲它配上这个青色的 ambient light， 有一种白配青，很有那种艺术风格 ，Insta 风这样子的。不过这个白色我有点难接受了，看起来太过违和感了。如果是说买这个 Premium 版的朋友，如果你们不可以接受这个白色的话，你们可以拿去 wrap 一下啦。除了这个 dashboard 之外，其实门板也有很大面积的白色。我老诶，直接用钢琴黑烤漆不是好了？为什么用白色嘞？不行啊，我有点难接受。这辆车它的 interior 呢，它有很大的那种仿金属的东西嘛，像是它的冷气出风口啊、door handle 啊，我觉得它的这个仿金属的质感做到很到位。它不像一些车子，它想仿金属，可是你一看下去那个金属哦，就很假的感觉。这个 Barbers 他们的仿金属，我觉得做到很到位，真的是可以以假乱真。它的这个仿金属的东西，只不过有一点我不太喜欢，就是它这个中间的这个 center console 啦，我觉得太大个了。虽然讲整个的 design 很 spaceship 的感觉，可是这个中间的 design 太大个了，让这辆车我觉得坐起来啊，在这个位置啊，很有一种压迫感，我的空间感很小，整个的位置被这个中间的 console 给挡掉了。我觉得这个 console 其实可以做小一点啊 ，maybe 可能 smart 的工程师不想情侣在上面车上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啦，所以把这个 console 做大一点。这点就可能要问一下 Smart 的工程师啊，为什么要把这个中间 console 做到这么大个，让我觉得跟我的隔壁有一种很大的距离感这样子。然后 steering， 四项调节都可以。
而且它 steering 其实好像有 spring 辅助嘞，它不会让你觉得你拉出来的时候哦很重的感觉。可以耶，这个有考虑到女性的 driver， 哇，不错啊。至于前座的乘坐体验嘛，首先它的椅子左右都有电动调节，加上它可以调整你的高度，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娇小的女生，其实你可以把它调成一个比较低的距离，也可以把它调成一个比较高的距离，所以对应驾驶者的需求啦。而且哇，可以调这样高，我感觉上好像在坐加 van 这样子的这个高度。我觉得包覆感是 OK， 然后椅子的填充物也是跟后尾一样，很有支撑性，只不过前面的填充物可能会比后尾的椅子来得更加的厚实，所以坐起来它会稍微比后座来得更加硬。但是坐起来我觉得它的包覆感 OK 了，这个椅子坐起来很那种很 sport 的感觉。So 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辆车真的是非常的有运动化风格，整个坐起来就是爽。如果是说我有钱的话，可能我也会考虑买这辆电车了。但是这辆车的价钱有太多的选择了，250千，有太多的选择了。所以这辆车可能是我完成所有愿望过后才会考虑想要买的一辆电车。好，观众朋友，基本上就是我对于这个 Smart Hashtag One Bubbles 跟 Premier 的一些大致介绍啦。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对于这个 Smart 最新推出的 EV 车感觉如何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如果是说你们想要找一辆平常日常可以在 City 代步的电车，加上又要好玩又有氛围感，然后有些时候可以让你装逼一下的电车，这个 Smart Hashtag One 一定是你的首选。所以新山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于这个 Smart Hashtag One 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你们不妨可以来到为 Skoda Kiwi 的 Motor Future Sanya Berhad 这边来找我们的 SA 了解看看哦。我会把他们的地址放在下面的资讯栏，而且不只是了解你们也可以试驾一下，来体验一下这个 Bubbles 款0到100只要3.9秒有多恐怖。OK 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星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